这是一个粉丝发给我的视频，大伙能认出来这个是什么吗？要不是他告诉我这个是路由器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他说他家网络特别的不稳定，他听网上说网络不稳定是路由器过热导致的，然后他就把路由器外壳给拆了，还用铜片代替了原本的散热硅脂。但尽管这样，路由器是散热了，但是网络仍旧没有任何好转，所以看我能不能过去给他解决了。走吧，接下来就去他家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A few moments later. 进来他家的时候，我就在客厅看到了这路由器。让我想不到的是，这路由器后面它还开了个孔，还配了个小风扇来吹。这路由器待遇真的是没得说。不过我看到这路由器只插一条网线，我就已经知道它网络不好用的原因了。走吧，大伙跟着我去他房间看一眼就明白了。这边是你的房间。我把它整个拆了，刚刚拆。哇哦，你这个散热可以哦，而且还专门配的风扇。这个我直接吹它，我真的，不然的话，它之前我刚买的那个铜片和硅脂，你看，我当初都不在意它，然后现在发现感觉得保养一下才。保养。对啊，不然的话，他们不是说这种电子器件怕热吗？看得出来，这粉丝为了网络稳定也是拼了。可惜的是，他方向搞错了。他这边网络不稳定的原因不是设备散热不行，而是他两台路由器是无线被取组网的方式。客厅的路由器距离房间有点距离不说，还隔了一堵墙，这才是导致网络不稳定的原因。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给路由器插上网线，做成有线被取组网。但粉丝和我说，他也想过这个问题，但他把网线插到网络面板上，网线是没有任何反应的，所以他只能放弃了。看来他这个面板有问题，那我只能拆开看下里面是什么情况了。哦，这断了吗？难怪你这个不通。开始我看到这个面板只打了4星，我以为是打错了，但我再仔细看了下，好像并没有打错。只打4星的话，那网速只能白照，所以这里我只能给大家重新打了。至于这种面板是怎么打的，我这里也简单说一下。这种面板它有 A 类和 B 类打法，比如我们按照 B 类打法，它1号颜色是白橙，那么我们就找到白橙的网线放进去摁一下。2号颜色是橙色，那么我们一样拿橙色的颜色放进去，这么摁一下，以此类推，一个面板就这样给打好了。打完后，我就用寻迹仪这样去找到这网线令头，把它插在路由器上就行了。要用吗？不用。完了，没反应。完蛋了，没反应。开始寻迹仪没有反应，这就让我担心了起来。不是吧？在这里。哦，在这里。完了。不正常。不正常。不是吧？这条呢？下面的都不正常。怎么是电话线响？寻迹仪碰网线没有任何反应，碰到电话线反而响了。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电话线响，网线不响呢？这里面什么都不响，就电话线响。电话线响。这里我就给寻迹仪降低了档位，结果电话线就不响了。那么我大概知道原因了，网线要么不通这里，要么就是断了。碰到电话线响的原因是房间内的那条网线和电话线是走一条管上的，信号多少有点搭在一起了。既然网线不通到这里的，那么想必它是通到哪个房间，或者是断了。于是我就在地面一路侧过去，看看它是通到哪里的。但是我不建议大伙用寻迹仪像我这样找暗线，毕竟隔了一层水泥墙，这样寻线多少有点吃力，甚至都能知道你那线怎么走的。就是这么走啊。经过了一番查找，最终线要到这里就消失了。那么这个面板肯定有古怪了。我把面板拆开后就发现不对劲，这网线并不是通向房间的，而是通向弱电箱的。难不成我搞错了？但这两条电话线明显是和那条网线同一条管的，网线没理由会消失啊。正当我在纳闷的时候，居然就有了新的发现。看到了。哦，它是这里断掉了。哦，就在这里面，我的妈呀！我操！
不是，这也太搞了吧？你看到了不？看到了。我看他能不能把它夹出来。好，我帮你拿。大伙看见没有？网线居然断在里面了，难怪寻至于到这里声音就结束了。后面我尝试各种方法，网线还是没办法拿出来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只能想办法更换网线了。这时候我就去房间碰碰运气，看看网线能不能抽得动。如果抽不动的话，那么就要请沈阳穿线大神了。看来这个能抽动了。我抽不动啊，注意点你，抽不动，抽得动是吧？结果运气挺好的，网线它是能抽得动的，这也免了许多麻烦。为了换线成功，我把原来的网线给抽出来，给这条管留更多的空间。当时我也没带穿线器过来，粉丝和我说这电话线它也用不上了，所以我就把网线和电话线用胶布缠在一起，通过以线拉线的方式把它给换了。就这样，路由器插上网线后，形成了有线 mesh 组网。当时测了下宽带，宽带跑满是其次，重要的是它更加稳定了。好了，问题就这样解决了。事情过了1个星期，我再问了下粉丝还掉线吗？大伙看吧，有线永远都是这么稳定。这期是解决 WiFi 信号差的问题，大伙注意看，这 WiFi 信号一直跳来跳去的，关键这些 WiFi 还是我亲自安装的。事情还要从去年说起，那个时候一个粉丝找到我，说他家要安装面板 AP， 我看了下他们家的户型图，有4个房间，1个客厅，标准的做法就是每个房间和客厅各安装1个。但是这一套下来，那个叫做贵呀！当时他家正在准备装修，所以预算有限，就问我还有便宜的吗？当时我就问他，你打游戏吗？他说我不打。哎，这就好办了，因为小胡我经常给很多不差钱的业主更换 AP， 所以他们淘汰下来的 AP 也就送给了我。于是我就问他，你要不要考虑二手的？一说到二手，还是挺为难的，但是一个几千，一个几百，谁能经得起这种诱惑？就这样，我们愉快地达成了约定。当时我来到业主家，他们家还处在装修阶段，宽带还没有拉进来，所以我只能把设备新装上去了。鉴于我很多粉丝都是新手，所以我这里简单说一下 AC 加 AP 的安装流程吧。首先我们把网络面板给拆下来，然后给网线打上水晶头，打完水晶头后就接上 AP， 再用螺丝把 AP 给固定好，一个 AP 就这样安装完成了。就这样，我3加5手2的功夫就把所有的 AP 安装完了。至于热电枪这边，也是全部网线都打上水晶头，然后把所有的网线都插在 AC 上就可以了。我给设备通上电后，电脑输入 AC 背面的地址就可以进入后台了。来到后台后，我看到5个 AP 都是运行正常的，然后我在无线网络设置里面把 WiFi 名称和密码填上去，这整个 AP 的安装过程就算完了。怎么样，够简单吧？由于当时没有宽带的原因，所以我没办法给它测网速。我走了一圈测试下，发现没有什么问题后，我就回去了。就这样，时间过去了大半年，他们住进来的时候就发现客厅的 WiFi 信号极差不说，500兆的宽带测速居然只有9兆，没理由啊！当时我安装完毕后都检查了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咋变成这样了？所以只能过去他们家看看什么情况了。 Later. 来到了他们家，业主就给我展示了信号一直跳来跳去的情况。下班了没有？我怀疑他进来接的就是我这个房间的。我怀疑他就挺还可以。所以这回帮解决一下，如果后面还出现问题，我再过来看他想其他办法。我长这么大没见1965年现在又卡了。他有时候快，有时候又慢。没办法，我只能看一下他们热电枪是什么情况了。哇，这么大这个猫哦！你这个猫好大哦！我打开了热电枪，我发现里面5条网线的灯都是亮着。这里大伙注意看，这条网线的灯正好灭了，但当时我是没有发现的，因为我全部的注意力都在这5条网线上。这条网线还是他们的网络主线。就在业主喊我的时候，这网线又断了一次。大伙这里注意看啊！他这个装错也装错了。啊？这个装哪里去了？当时业主喊我过去，你们猜他发现了什么？我靠，是不是？哦啊，这个是那个智联什么的，我也不懂，可能物业。哦，我知道了。
这个一直都没启用，这个一直都没启用，这里面还有一条网线，是不是那个装这里的装错了？难怪全部的灯都亮。就我一直想不明白。哎，我都明白了。你把这个拆了，我就知道。把这个不用拆，不用拆，拆了就没网了。赶紧安装这设备的师傅把我 AP 的线给拔了，然后把网线接到他们设备上，这就导致客厅的 AP 一直都没有通电，难怪他们信号这么不稳定。后面我在弱电箱又找到了一条没有打水晶头的网线，之前的师傅够缺德的，自己不打水晶头，反而直接用我的网线，没办法，只能自认倒霉了。我打个水晶头接上去后，客厅的 WiFi 信号就解决了，接下来就解决他们网速问题了。我用电脑直接插到他们光猫上，然后用测速软件测一下，经过测速，他们宽带果然是500兆的。然后我又把路由器的线接回去，我再用电脑插到路由器上，看看网络是否衰减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吧？网络直接衰减成了100兆。我看了下路由器，它是支持1000兆的。既然刚才光猫测速没问题，那么我就要怀疑这路由器连接光猫的网线了，所以我要用它接到我电脑上，试试网速如何。结果，嘿，还真的是这条网线出了问题。大伙还记得刚才这条网线的灯还灭了2下吗？就在我反复测速的时候，这网络还给你断开了，难怪它一直反馈网络不好用，原来问题出在这里。后面我给它换了一条新的主线，路由器的网速果然飙到了500兆，然后业主也 WiFi 测速了一下，诶，这么快了？哇，400多兆了。WiFi 能测出400多兆，这已经很接近跑满宽带的程度了，毕竟是无线嘛，肯定有些衰减。我看到他们这大电视的时候，我当时还是建议他把 AP 给迁移出来，装在电视下面，这样效果会好更多。好了，他这边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。如果你们家有类似的情况，不妨像我这样，先确定自己家的设备是否支持1000兆，然后再单独测试下光猫的宽带。如果光猫的宽带没有问题，再测一下宽带到路由器的网速有没有衰减，这样一步一步排查，你总是能找到原因的。下一期是解决3层别墅 WiFi 掉线的问题。